大家好，欢迎收看爱上电子。这是一个跑步机的板，今天我们主要看一下它的高压短路保护电路。高压短路呢，就是我们这个300伏短路。首先呢，它是通过一个继电器给300伏电容充电的。如果300伏出现短路的情况，那么继电器是不吸合的。它是怎样检测的呢？首先我们看这端是220伏输入 AC2 AC1 是输入进来以后呢，继电器不吸合，先给我们的低压电源这个公频变压器供电。这时公频变压器就输出2组电压，一组输出22伏直流，再经过7815降压后得到15伏电压，给我们的 TL494 及驱动电路供电，同时给这端的运放供电。另一路输出一个9伏左右的电压，通过这个7805降压给这端的单片机进行供电。这时我们的大继电器是不吸合的，也就是常开点不闭合。只有这端的运放检测到高压电路正常，不存在短路的情况下，我们的继电器才有可能提供供电。这时当我们的 MCU 发出开机指令的时候，继电器才吸合，向后级高压电路供电。主继电器不吸合的时候，后级的电压非常的低。那它是怎样检测的呢？首先在输入的交流输入端，通过我们这端有2个并联的 220K 的电阻，通过插模抗干扰电容、共模抗干扰电感及整流桥以后，向我们的大电容进行充电。同时功率管的原极通过负载和并联的电阻接地，从而在功率管的原极和漏极之间产生电压差。检测到这个压差以后，运放就会输出相应的高电位。如果这两端短路很显然没有压差，运放就会输出低电位，使我们的继电器不会吸合，从而避免了高压部分的元件损坏。我们看一下这个简图，220伏输入以后，继电器是断开的，通过 110K 的电阻把电压加到整流桥的交流输入端，这时后边就有了一定的电压。当功率管正常的时候，这个电容两端是有一定的电压的，通过这个电阻限流、这个电阻分压以后，加到运放的正向输入端。运放的反向输入端，因为我们刚才的负电源提供了一个15伏，通过这个电阻限流、这个电阻分压以后，在这个引脚上得到一个合适的电压，也就是基准电压。当正向输入端高于反向输入端的时候，我们的运放输出一个15伏电压，经 1K 电阻限流、6伏稳压管反向击穿以后，向这个光偶的4角提供电压。如果这个位置功率管击穿的时候它为0伏，很显然反向输入端高于正向输入端，这端输出0伏，这个稳压管由于反向不能够击穿，所以这个光偶的4角是不能够得电的。这时当 MCU 送来控制信号，光偶导通，这端由于没有电压，这个3极管也是截止的。只有当运放这端输出高电位的时候，由于这个位置输出的是15伏，所以稳压管击穿给这儿提供一个电压。当 MCU 输出控制信号使它导通的时候， NPN 型3极管积极向发射极导通，从而使继电极向发射极导通，我们的继电器线圈才能够得电，继电器才能够闭合，从而才能给功率电路供电。这就组成了高压短路保护电路。好，今天咱们就到这里，谢谢大家，再见。